在上一集的视频中我说过 ，Bosch 的 GSB 有一个冲击的功能，在轻质砖或者硬度不是很强的墙体中，钻孔是略胜一筹的。那何为冲击呢？以我的理解就是，手电钻在一定速度旋转钻头的同时，还会垂直于钻夹头本身，以一定频率去敲打墙体或者目标物。那么我手头上的这款 Bosch GSB 12-2-力冲击钻的打洞实力，到底有没有比没有冲击功能的 GSR 12V-35手电钻的强多少、快多少呢？ GSB 会不会翻车呢？这期的视频将会给你答案。首先，两个机器都使用 Bosch 原装马来西亚产的2.5安时的电池，电量都已经充满，电池采购时间为同期，使用次数也大致相同，也就是两机器在比较时尽可能减少受到电池的干扰。然后用两种不同的 Bosch 原装混凝土钻头，一种是普通圆柄，一种是小蓝盒的防滑三角柄。这个三角柄比圆柄看上去更专业、更有料。两种规格尺寸，一种是6毫米钻头，一种是10毫米钻头，分别在不同的机器上、不同的档位下进行测试。排列组合一下就是下面的这张图。好了，我直接开始吧。首先我找了2块砖，用夹子夹在了一起。这个砖到底是灰砂砖还是混凝土实心砖？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答案。如果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科普一下，谢谢。总之呢，这砖很重也很硬，挺合适用来做承重墙的。第一个测试 GSB 1档模式下6毫米的圆柄钻头。容我找一个最佳的钻孔位。13秒时间，钻孔深度5毫米左右。好尴尬呀！我往下压的力度再大一些试试。又经过了5秒时间。又经过了4秒的时间，一共转了22秒的时间吧，总共钻孔深度最多10毫米，不能再多了。再这样试下去是没有意义了，开始2档模式吧。看上去快很多，先给5秒的时间，估计里面钻到了更硬的东西了，钻不下去了。再给了5秒的时间，感觉没怎么动。总感觉这个夹子啊夹不紧，会掉下来似的。OK， 最后给了6秒的时间，下去了，还是要使劲往下压呀。再试一次。这一次呢，10秒的时间，一钻到底。总体上2档确实比1档强很多。OK， 接下来试试 GSR 吧。1档模式下6毫米的圆柄钻头。也是大概13秒的时间，但是钻的深度比 GSB 深一些，大概10毫米。GSR 在没有冲击功能的情况下，竟然还比较深。又给了6秒时间。再给了6秒的时间，经过大概24秒时间吧，深度大概25毫米。GSR 比 GSB 略胜一筹，难道 GSR 是因为转速取胜的？开始2档模式吧。10秒的时间，一钻到底。我再来一次。GSR 测试的时候，钻头稍微夹得靠里了一些，加上我不太想脏了我的 GSR 的钻夹头，所以人为的让 GSR 比 GSB 钻到底的深度浅了一点点，也算一个测试的小干扰吧。
这次差不多9秒多，接近于10秒的样子一钻到底。看来 GSR 并不是那么逊色，我之前一直认为 GSB 会完爆 GSR， 我不禁的再想钻一次，这次用了8秒时间。第二个测试 GSB 的一档模式下10毫米的圆柄钻头。7秒时间，深度10毫米以上了。再给了7秒时间，总感觉这砖的内部有更硬的物质填充了。再给了5秒时间，不太容易进行下去了。前后接近快19秒的时间了，总深度约20毫米。切换成2档模式。只能说还算顺畅吧。13秒的时间钻进了约65毫米的深度。我重新找个位置。5秒的时间。5秒的时间，算上中间停顿的时间，又加上了14秒，总共不到20秒的时间，几乎完全钻进去了。13秒的时间，比刚刚20秒的时间深度强了一点点。估计也是碰见更硬的物质了，再钻有点难度了。其实可以发现，想要快速钻进去，还是需要我使劲往下压的，不然它一直就在那里空转，空冲击。接下来看 GSR 吧，刚才6毫米的钻头 GSR 竟然比 GSB 更胜一筹，那10毫米也是这样的吗？先看一档模式。12秒的时间。再给了7秒，这个时候差不多也接近于20毫米的深度。再给了12秒，深度大概50毫米。好了，这个位置钻不下去了。再看2档模式。11秒的时间，第一次停下来。哦，这突然下去，难道里面有空心？也有可能钻到之前钻的孔位了。我再试一个新的位置。17秒的时间，被某个奇怪的力量给停止了。其实这个深度也差不多了，快到底了。再找个位置重新看一下。16秒的时间，跟刚才的深度接近，时间也接近。又给了3秒，深度更彻底一点。我总感觉不服气啊，所以我又找了一个位置，找了个边角的位置。
我发现这块砖的内部物质不均匀，边角可能没有更硬的物质存在，在中间内部会有。这次只用了9秒的时间一钻到底。在接下来开始测试之前，我特写了一下这种小蓝盒中的三角柄钻头。这钻头头部有特别明显的屎黄色，包括它的颜色和质地，或者说它的制成吧，让我感觉这钻头很牛逼，很专业，很666。再反过来看这种普通的圆柄钻头，相比较确实逊色了一些，太普通了。不过前面说过，它俩都是 Bosch 原厂的，质量上应该没大的问题。第三个测试 JSB 的2档模式下10毫米的三角柄钻头。那我先从砖块边角开始，先给了5秒的时间，又给了6秒时间，又给了3秒，最后给了8秒。这个过程太难了，一共22秒的时间，越测越不精确了。我再找了个位置，7秒的时间，再加上6秒时间，几乎到底了。第4个测试 ，JSR 的2档模式下10毫米的三角柄钻头，先给了6秒时间，再给了7秒时间，几乎到底了。其实我后来才发现，三角柄并没有像圆柄那样钻得深。我重新找了个位置，7秒的时间，砖头开裂了。我再抛出开始的问题，这到底是什么砖头啊？再找个位置，先给了7秒的时间，再给了3秒，又给了3秒。放弃吧，骚年，太累了。就当我打算结束测试的时候，我又开始自我反省了。难道测试就这样结束吗？不，即便不是去比较两机器的差异，也还是要了解一下 GSR 的性能到底怎样。所以我又拿起了 GSR， 还要对它多测几次才有参考性。我再重新找个位置。刚开始花费了10秒的时间，但后面3秒可能钻到之前的孔位了，瞬间钻下去是不具参考性的。再找个位置吧。13秒时间，我主动停止了，砖块位移严重。哎，这个夹子和架子呀，我也不说啥了。又给了6秒时间，不纠结了，应该还能往下钻下去。最后给了4秒时间，差不多钻到底了。好了，所有的测试到这里就结束了。三角柄钻头在10毫米尺寸的1档模式下，以及6毫米尺寸的1档和2档的模式下，我都没有测试，也没啥测试的必要的。因为上面的测试可以看出，三角柄钻头并没有比圆柄钻头钻口速度上快多少。最大的优点就是加钻头加得更紧一些，不像圆柄钻头容易打滑，有点小失望。接着通过上面的测试，我统计出下面的一张表。如果这张表对比数据困难的话，那我就做出几个图出来，把刚刚表中数据的展示形式反过来看，以钻孔的深度除以钻孔的时间，
这个接口值越大，说明这个机器的性能越好，钻孔越厉害。比如钻25毫米花费20秒的机器，肯定比钻10毫米花费10秒的机器更给力。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先单独给 GSB 做一个数据统计，然后单独给 GSR 做一个数据统计，再然后把两图合并一起。数据有点乱，因为在测试次数上，1档比2档的要少， GSB 的比 GSR 的要少。最后我把各自的数据求出平均值，再做一个统计。OK， 这就是我想要的最终的结果图。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出，在各自的平均值上，在5种测试环境中， GSR 都比 GSB 的数值要高，性能要强，并且2档模式比1档模式的数值差距明显拉得更大了，说明 GSR 的2档比 GSB 的2档性能更强，钻孔效率更高，也说明 GSR 比 GSB 相比，在电机的转速和扭矩上占了优势。GSB 在冲击率上下功夫，优势是有的，但明显不是第一位的。再回到这张图，还会发现最后一列三角柄钻头的数值甚至不及倒数第2列的圆柄钻的数值，确实有点匪夷所思啊。按官方的宣传，小蓝盒三角柄钻头不就是主打高效、轻松和稳定吗？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难道它在这种低功率的手电钻上体现不出来吗？但有一点敢肯定的是，三角柄钻体比圆柄钻体要粗的，所以钻孔过程中三角柄钻可能存在排会困难，不太容易钻下去。整个测试中，尽管我已经尽最大努力让一些不利因素或者干扰因素排除，但难免在实施过程中有忽视的地方。其一就是有刷的 GSB 已经购机2年以上的时间，虽然不经常使用，但它的电机和碳刷的寿命可能会影响它的测试结果。其二是砖块的整体硬度存在不均匀的情况，有的位置存在更硬的物质，有的位置可能还是空的。其三就是我操作时对每次电钻钻孔施加的压力可能不一致，有时压力大了，钻孔就很快，反之就有些慢了。但不管怎样， GSR 12V 300FC 或者说 GSR 12V 35FC 中的电机是目前 Bosch 电动工具 12V 系列的手电钻产品中性能最好的一款，转速、扭矩都是最高的。我甚至都认为这款电机可以应用到或者说安装到该系列的绝大多数的电动工具当中。 GSB 可以， GST 可以， JKS 也可以。Bosch 也确实是往这方面努力中。目前国内销售渠道上 GSR 12V 35和 GSR 12V 35HX 两款电钻已经毫无压力的能够买得到了，而 GSR 12V 35FC 和 GSB 12V 35这两款引进国内恐怕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因为它俩已经在国外上市一段时间了。顺便看一下这款 GSB 12V 35的技术参数吧，把它跟前浪的 GSB 比会更一目了然一些。转速、扭矩、冲击次数还有钻孔直径35都是最高的，一起期待它在国内的上市吧。不过话说回来，既然 GSR 12V 35与 GSB 12V 35电机是一样的，那当然手电钻机体包括绝大多数零件都是一样的，就是前面夹头部分一个带冲击，一个不带冲击罢了。那为什么不把带冲击的夹头单独设计出来，作为一个模块拿出来卖呢？当成 GSR 12V 35FC 的第5个夹头，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但又为什么 GSR 18V 60FC 就可以这样做呢？好了，我是 Table，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再见。